探寻历史烟云，解读人文传奇。大家好，我是涅槃说史。关于乾隆年间的2次扩藏战争，那么我们许多人都知道结果。1788到1792年，库尔喀2度犯藏，清军入藏反击，终告平定。但真正让人疑惑的是，这场仗到底是为何而起呢？边界并未突然移动，信仰也并非一夕反目，那又是什么力量把刀兵一步步推上了高原的呢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导火索不在刀枪，而在钱袋，不在战场正面，而在银币成色、汇兑比价以及私产纷争，再叠加一个新兴强权的通道野心，以及清帝国与英属印度在喜马拉雅的暗影博弈，那么你会不会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一枚成色可疑的银币讲起。钱是从哪里来的？利又是往哪里去的？谁在鼓动？谁又在纵容？第一次仓促合议为何又埋下了祸根？第二次战火又是如何燃遍了后藏？最后再看看清廷又是如何借此重塑了边疆格局，把西藏的军政与对外权力纳入更紧的秩序之中。现在就让我们回到18世纪末的喜马拉雅，拨开硝烟迷雾，一层层揭开这场战争真正的起因与内幕。喜马拉雅山脉是我国西藏和印度、尼泊尔、不丹、锡金的接壤地带，因此在这个地区，大家在宗教、文化、政治、经济领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特别是西藏和尼泊尔之间贸易历史悠久，尼泊尔商人长年累月的翻山越岭进出西藏，他们特别适应这种一边是高原严寒，一边是平原酷暑的极端气候。他们从尼泊尔运来粮食、棉布、药材、蔗糖、珠宝，换走西藏本地的牛羊、盐巴、马匹，还有从内地运到西藏的茶叶，再转卖到南亚。可以想象，当时日喀则那地方的集市上，既有藏族百姓，也有尼泊尔来的商人，银钱货物流通相当频繁。经济上，后藏地区其实相当依赖尼泊尔的物资供应，例如粮食和布匹这些西藏自己不产的东西，就得从尼泊尔运进来。反过来，尼泊尔也需要从西藏获取茶叶、盐等资源。这种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贸易关系，让西藏和尼泊尔之间关系密切，但有时候也难免产生摩擦。生意场上嘛，有利可图就有争执，这是埋下矛盾的一个背景。接下来咱们聊聊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。事情还得从银币说起。在18世纪时，西藏和尼泊尔之间有个长期传统，西藏需要用银币，而尼泊尔盛产手艺高超的造币工匠。早在16世纪，尼泊尔加德满都河谷的巴勒布尔地区就以铸造高纯度银币闻名，所以西藏历来的噶厦政府就会把白银运到尼泊尔去，请那边帮忙铸造成银币，然后运回西藏流通。慢慢的，西藏市场上用的银币很多就是尼泊尔铸造的了。这银币在藏地甚至有专门称呼，叫尼卢。总之，两地货币流通高度一体化。可是到了18世纪中叶，猫腻就开始出现了。尼泊尔那边当时还没统一，各小邦为了多赚，居然就干起了缺德事。他们在替西藏铸币时掺杂实假，比如原本该族银的币里掺点铜什么的，降低含银量。一开始大家没发觉，等到银币在市场上流通久了，越磨越薄，藏人这才发现，怎么这些年银币质量越来越差，分量不足啊。这可是金融领域的大事。西藏方面因此对尼泊尔铸币产生了强烈不满。话说到了1769年，库尔喀人统一了尼泊尔，全国币制也得整顿吧。库尔喀的新统治者决定解决旧币成色不足的问题，他们打算重铸新银币，保证成色。听起来很好，对吧？但你猜怎么着？他们还宣布一个兑换比例，新币1枚可以换旧币2枚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说，就是原来2块含银量不足的旧币只值1块新币，这相当于默认旧币成色差一半，贬值 50%。可问题在于，旧银币里掺杂使假的亏空，
不是尼泊尔造币厂自己干的吗？你突然拿汇率剪刀一剪，这等于把损失转嫁给谁？转嫁给手里拿着大把旧币的西藏老百姓啊！库尔喀方面这一手直接戳中了西藏人的利益痛处。西藏噶厦政府立马表示坚决不答应这种兑换方案。凭啥你们造币掺假，现在让我们通哭果？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官员当时还提出过一个折中方案，说要不新旧币混用一段时间，缓个几年慢慢回收旧币，这样大家都别吃亏。但库尔喀方面丝毫不让步，坚持要按他们定的比率换，双方为此争执不下，火药味越来越浓。当然，钱币纠纷是导火索之一，双方还有别的矛盾。一来，贸易税收的问题，库尔喀商人抱怨最近几年在西藏做生意被收了更重的关税，觉得吃了亏。甚至还有库尔喀官员指责说西藏卖给我们的盐里掺泥巴，品质太差，意思是西藏人黑的他们。你看，一方面嫌税重，一方面嫌商品不好，这听起来更像是在为开战找借口了。二来呢，还有宗教人物的纠葛，让局势更复杂。这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夏马尔巴。这位夏马尔巴是西藏红帽教派的大活佛，恰好又是班禅六世的同母异父的兄弟。这里我们再稍微八卦一下，班禅六世在乾隆44年受邀进京给乾隆祝寿，结果不幸病逝在北京。乾隆皇帝也厚葬了他，赏赐了大量财物给班禅的随行人员。这批财宝后来运回西藏扎什伦布寺，按理说应该用在寺庙和班禅转世灵童的事务上。然而班禅的亲兄弟扎什伦布寺的大管家仲巴呼图克图把持家产，把那批财物独吞了。另外那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夏马尔巴一分钱没捞着，由此呢就心生怨愤。据说夏马尔巴还为此跑到拉萨告状，也没什么结果，最后一气之下出走西藏，投奔了尼泊尔库尔喀人。这个夏马尔巴投靠库尔喀后可没闲着，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藏奸和战争掮客。他一方面向库尔喀统治者大肆鼓吹西藏扎什伦布寺富得流油，金银珠宝多到数不清，另一方面又煽动说班禅寺里那些喇嘛不服你们库尔喀，新仇旧恨呐，一定要教训他们。总之吧，他极力怂恿库尔喀出兵侵藏，抢班禅的财富，替自己出气。这样一来，货币纠纷也好，贸易嫌隙也罢，再加上这个夏马尔巴的挑拨，这些矛盾统统酝酿在一起，使得库尔喀方面对西藏既有不满，也滋生了军事冒险的念头。乾隆53年前后，库尔喀高层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一边有夏马尔巴在唆使，另一边他们也观察到清帝国这几年在西藏似乎也没什么大动作，后方空虚。于是库尔喀王朝以西藏欠我们新币兑换差价，尼泊尔商人在藏受欺负等为借口，开始磨刀霍霍，准备动手了。乾隆53年，库尔喀人说打就打。6月间，大约3000名库尔喀军队翻过了海拔数千米的坎唐拉山口，进入西藏后藏边境。一出山口就兵分两路，迅速占领了2个边境重镇聂拉木宗和季龙宗，这可是西藏的门户要地。扩军一拿下聂拉木季龙，等于敲开了日喀则地区的大门。边境告急的烽火很快传到了拉萨。当时西藏境内其实清军和藏军的驻防兵力都很有限，根本没料到库尔喀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入侵，所以一开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驻藏大臣庆林又惊又急，赶忙调集手头能找到的清军和藏军赶赴前线抵抗，同时飞报北京，请求朝廷速派援军。要知道，乾隆皇帝平日里对西藏呢是极上心的，一听说库尔喀胆敢犯边，立马龙颜大怒。他一方面谴责驻藏大臣等人准备不周，另一方面立即下诏命成都将军鄂辉、四川提督承德率领四川露营兵约3000人火速翻雪山进藏增援。而此时库尔喀军队已经长驱直入西藏腹地，沿着雅鲁藏布江上游一路东进，直逼后藏重镇日喀则。
日喀则可是班禅额尔德尼驻西地，扎什伦布寺就在那里。当时扩军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搞得当地藏族百姓人心惶惶。好在西藏地方官兵和民众并没有完全放弃抵抗，曾在日喀则以西的噶尔宗一带据险顽抗，给了扩军迎头痛击，让侵略者一度吃了亏，不敢贸然东进。扩军在尝试攻打噶尔宗受挫后，转而向南侧迂回，占领了宗喀宗等地，把战火烧到了扎什伦布寺外围。库尔喀人为什么这么盯着扎什伦布寺不放呢？原因恰恰就是前面提到的夏马尔巴在其中出了大力。他当初投靠扩军时，就是指望对方帮他报私仇，把他哥哥仲巴呼图克图独占的财宝抢出来。面对库尔喀咄咄逼人的攻势，西藏局势一度非常危急。清廷连忙调整了在藏的指挥架构。乾隆帝认为前线指挥不力，罢免了驻藏大臣庆林的职务，改派理藩院侍郎巴中为署理驻藏大臣，即刻进藏督办军务。同时命工部侍郎的雅满泰等人也赶赴西藏辅佐。随着成都将军鄂辉率领的川军援兵千里跋涉入藏，西藏军民士气大振。巴士达赖喇嘛也亲自来到前线，为将士诵经祈祷，号召藏区僧俗同心协力保卫家园。有了援军和精神领袖的鼓舞，清军与藏军逐渐稳住了阵线，没有让库尔喀人继续东进威胁拉萨。眼看清朝援军赶到，己方又孤军深入，补给困难。库尔喀方面这时也有点骑虎难下，是硬拼下去还是见好就收？就在这当口，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出现了。署理驻藏大臣巴中居然决定与库尔喀人议和了。说起来您可能觉得奇怪，清军援兵都到了，正该痛击侵略者，巴中怎么突然要讲和呢？这里头其实有他的小算盘。原来那个红帽活佛夏马尔巴此时居中斡旋，向巴中暗示库尔喀人其实求财为主，只要给点好处，未必非打到底不可。巴中刚到西藏，人生地不熟，生怕真刀真枪打起来失控，而且他内心也想早点平息此事，好向朝廷交差。于是他动了和议的念头。于是就在没有得到乾隆皇帝正式批准的情况下，巴中自作主张派西藏噶伦策莫林等人与库尔喀方面展开了和谈，最后草签了一份停战协议。西藏方面从乾隆54年1789年起赔偿库尔喀白银300锭，分3年付清。作为交换，库尔喀军队全部撤出西藏境内。简单说就是花钱消灾，每年给库尔喀银子赎回被占的聂拉木、季隆、宗喀等地。库尔喀人一听居然有这样的好事，白花花的银子轻松到手，自然满口答应，随即班师南撤。巴中议和得逞后，赶紧上奏朝廷报功。他在奏折里对和议细节含糊其辞，只说已将入侵贼寇逐出境外，边患平定，让乾隆误以为清军打跑了库尔喀，大获全胜。乾隆皇帝一高兴，当即宣布平定库尔喀告捷，算是给自己添了一笔武功。后来乾隆还命人绘制平定库尔喀得胜图，歌功颂德了一番。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，巴中的擅自媾和其实埋下了非常大的隐患。因为合约签订后，西藏地方可并不买账。巴士达赖喇嘛听闻此事，公开表示强烈不满。他愤怒地说，这次没有彻底剿灭库尔喀贼寇，日后必有后患。向侵略者赔银议和，有损西藏和朝廷尊严，我们绝不能履行这个屈辱条款。西藏的官员们也纷纷表示赞同达赖的意见。所以实际上西藏方面根本没打算认真支付那300锭白银，据说第一年付了一点点，后面干脆拖着不付了。清军将领中也有很多对巴中的做法不服气的。当时留在日喀则前线的清军有些将领觉得库尔喀兵不过几千人，又远离后方，其实正是全歼的好机会，怎么能轻易放虎归山？但无奈巴中是朝廷钦差，又是前线最高指挥官，大家只能听命于他。就这样，第一次库尔喀入侵西藏在表面上被和议平息了。
然而暗地里危机尚未解除。这场战争虽然被乾隆粉饰为自己的胜利，但实际上算不得真正的胜利，可以说只是息事宁人的一场和局。也难怪巴士达赖喇嘛要断言日后必生变幻了。